你相信鬼神吗？故事开始之前，记得帮去年的 News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从小睡在坟墓旁边，不相信鬼神的杨真璇，又怎么会成为女乩童替神明办事呢？原来是因为他的哥哥某年离奇的寻短，他意外发现床底下竟然有贴着符咒的草人，所以怀疑哥哥不是亲生，而是被下咒。悲愤之际，玄天上帝突然现身要他代言，于是他说，只要能查出哥哥寻短的答案，他就接下这份重任。结果，玄天上帝真的带他下到了地府，找到真相。杨真璇和玄天上帝之间有什么样的因缘？哥哥死亡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左手拿令旗，右手拿香，一名女乩童在北港武德宫前起驾。身穿白袍，搭配粗大的腰带，不管是锐利的眼神，还是身形步伐，都非常与众不同。原来降驾的不是某位女神，而是玄天上帝。优美的特技表演阵头，搭配轻柔的音乐，现场坐满大批信徒，手捧着蓝色莲花，静坐祈福。他们都是玄天上帝的追随者。说到玄天上帝，他的代言人在台湾的坊间不少，但是女乩身却不多见。比如说玄天上帝啦，是关公、关圣帝君，或者有一些王爷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阳刚气声威很大，有的时候呢，这个钢机上身这个动作都很刚烈，所以大部分呢这几尊的神明呢，挑的那个机身是以男众比较多。男神女乩案例虽少，却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俗专家说，神明挑乩身本就不在乎性别，而是天命与机缘。这也确实符合这一名女乩童杨真璇的真实遭遇。退下神明扮相的杨真璇，展现出原本娇柔的女性气质。原来她是一名美容师，同时也在大卖场开饰品店。可是几年前业绩下滑，走到穷途末路的她，只好到庙里求个平静。我遇到事业瓶颈，我去一家圣母庙、圣母宫，然后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基嘎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后面跟了一个母教神出大尊的，你敢知？”我讲拍摄，我唔知，我冇信心，我也不准家里拜公妈，所以我不知道。高大的五驾神是谁？杨真璇一头雾水，他当下没有多加理会。可是接下来几天内，他不止常在家里看到有高大的黑影窜动着，而且某一天还做了怪梦，梦到自己下地狱。我下地狱的这个当中的话，是下一个古井，它是一个古井。这个古井当中，刚开始下去的时候，差点淹死。就是梦中的我，本身的我喘不过气来。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他在梦中看到另一番景象。27岁下去之后，我就看到无边无尽，只看到生死簿。杨惠文生于何时，卒于何时？我看了一下，怎么只剩4岁而已，只剩4年而已。那算一算，刚好31岁。生死不离的阳寿只剩4年，真的吗？这一切诡异的现象，杨真璇根本不当一回事。我从小够无嘛，阿公够无嘛，我是山上的小孩，八里山上的小孩。我从小是睡在坟墓堆那个棺木上面的。我每次路过的东西，我都看到棺木的东西，所以我不怕鬼神。从小见过太多生死，杨真璇讨厌怪力乱神，偏偏这么刚好，31岁那一年，一桩离奇事件改变他的一生。他是因为交了一个女朋友带他去他的阿姑的一个宫庙，在五谷一个济公神书，然后他是人家所谓的斗桃因为我对那个必心啊还是文心，我不懂啦，然后他就跟着他去那边学习。
亲生哥哥接触宫庙学道法，学着学着，半年过去了，没想到那一天，杨真玄在见到哥哥，竟变成一具冰冷的遗体。迪嘎跟他的女朋友有一点试一下，可能有一点暧昧在嘛。那这当中，我哥选择自杀了。怎么会这么离谱？伤心欲绝的杨真玄还是打起精神替哥哥治丧，却无意间发现。我在处理到后事的时候，这个船翻起来，我看到竟然是稻草人给你倒福利。这两样东西安放在死者床底下做什么？难道是？在术法里面有所谓的草人替身或是纸人替身就像我们手上所拿的这样子是一个稻草人所扎成的一个人形，它可能会画上五官，然后贴上符咒。那会需要事主的生辰八字或者是头发、指甲这一类的材料来产生连结。这些素材原料对枕边人来说，要拿到手简直易如反掌。难道哥哥真的死在术法之下吗？灾害啊，或是厄运转嫁到这个替身的身上，让他替事主担走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走。可是如果要把它弄在害人的写法上面，它的操作原理就变成反过来。你说写法有没有可能会致人于死？其实是有可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杨真玄发现这一切时，还听到了这个声音。当下我哥的音响竟然放出了音乐佛经，没有人会去碰的佛经。我当下我跟我姐那时候感觉就是起了鸡皮疙瘩。哥哥的死真有蹊跷吗？杨真玄越想越不对劲，却拿不出谋财害命的证据，要求警方再查下去。一个神明可以纵容他的灵基嘎，他的金尼，去害他旁边的一个，也算是他的信徒，虔诚的一个信徒，这样子不会有报应吗？符令真的这么厉害吗？稻草人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怨了。从那一刻起，杨真玄发愿替哥哥的死找出真相。说巧不巧，那一天晚上，一路跟随他的五驾神出现了，原来就是玄天上帝。他再一次指明杨真玄替自己代言。我说好，我绝对照规矩走，可是你要还我哥哥一个公道，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清不楚。然后这当中，我再去追溯所有前因后果。据说皈依玄天上帝的杨真玄，在神明的引领下，再一次游地府找哥哥问清楚。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自杀？”他说：“是爸爸带我来的，所有东西我都有追溯到，全部都下地狱，整个下去看，这过程都是有的。当然是一个比较不堪的一个，我们说因果也好啦，就是不忧啦。”原来哥哥的死无关情杀，而是与过世的父亲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当事人没有怨也没有恨。听到这里，杨真玄终于放下执念。因为我哥哥毕竟没有生小孩嘛，那我说，那我帮你归到弟爷这边好不好？我们在虽然有形的生活我们没办法在一起，无形总可以在一起吧。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跟老大说，你要我照片照给他可以，可是呢，你要让我哥哥归为我们太重点总司令帅，管理天兵天将跟阴兵阴将。哥哥当司令，妹妹当机身，就这样，杨真玄成为了玄天上帝的忠实信徒，更是他的代言人。而作为一位女机身，这样的案例十分少见。杨真玄说，他志在替神明服务，帮助信徒门生。一定才魂随我行。从2004年开始替玄天上帝服务至今，杨真玄回想地府生死簿31那一个数字密码，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注定。31岁后的他，不再是凡胎俗人，而是在替神明服务。很多人都说老师必须被供养，没有错，可是金额不需要这么高。那外面也有很多不需要被供养的老师啊，就比如像我有时候还帮助我的门生。再吧。感
敢爱敢恨、特立独行的杨真璇，主张不接受信徒供养，白天正常做他的生意，每到假日才替玄天上帝开办盛事。他说，宗教本就该清清白白。你应该捌听人讲过吧？人好的时运好好3年一届，歹的时10年看天，搁较歹看一届一辈子12天。一一接受信徒询问，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杨真璇却说，很多事只要静下心来，就能够迎刃而解。这个是玄天上帝指示的法门。有一位信徒就因为静坐救了自己一命。之前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别家的宫庙的八家将，年轻不懂事朋友就救。这一位少年信徒之前热衷参与阵头活动，但说也奇怪，之后的每半年间，他都会遇上莫名其妙的车祸。不是机车打滑，就是刹车失灵，仿佛好像有什么力量在推着他去撞墙。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在朋友介绍下，从台东跑到桃园求助玄天上帝，结果得到这样的答案。这边跳一区，那边又跳一区，这样换来换去，导致跟着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跟着车祸，就这样，大部分受伤都是在脸部。我有一个朋友，他比较可怜，他们脸部被削掉一半。真的是好兄弟作祟吗？恐怖真相吓坏了少年。原来跳阵头没遵守禁忌，竟会惹祸上身。堂主那边也没有特别去要求我说要什么禁忌啊，只是不小心开了口而已。事后也没办法处理啊。你开脸之后呢，你所代表的就不是你个人呢，就是这一尊所谓的家将，可能净身不确实的，或者是有些科仪做的不完整，那有的时候太轻佻，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一尊家将的保护，那你没有这层保护呢，常常这些鬼魂呢就会找你麻烦了。晚上撞到树，隔天就走了，不需要起鸡皮疙瘩。被吓坏的少年回台东后立刻退团，也劝朋友要么认真跳家将，要么赶快离开，但却换来一阵嘲讽。可是到最后，不听劝的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连车祸身亡。我们这样平均这样算的话，差不多有时候是1年走掉一个，有时候3年一个。几个朋友？那时候8、9个，现在剩2个。这位少年说啊，他当初就是听从了玄天上帝的指示，远离了奇怪的群体，定情打坐修行，才逃过死劫。这些亲身经历，光是用听的都让人毛骨悚然，也解释了为什么信徒会如此的虔诚。你怎么看待玄天上帝选了一位女机身，又是怎么看待杨真璇遇到一连串离奇的事情呢？去年的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